寸太大，有没有看到？已经磨到了啊，磨到了有没有？都顶到了。35525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非常大的意思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要装在什么车上？噔。我先讲啊，这个装进去应该车子没办法开走，卡住。这轮子24寸太大，我们目前装到最大的尺寸23寸。那我们这位老大想要变24寸哦，我刚刚讲24寸宽体应该要切，我现在不知道装条能不能离开，明天装装看，因为有可能连方向盘都不能。好，试装一下。你这24寸这么大不会卡到吗？当然会卡到啊，现在很麻烦。来，我们方向盘打一下，看一下，都卡到了。看尺寸太大，有没有看到？已经磨到了，这个如果开真内龟板就烂掉了，怎么办？这就要改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怎么改啊？怎么改？怎么改？我们把轮胎削薄，好不好？那定23寸你先，没办法，你先装23寸胎就可以解决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啊，那也可以。好，不往另外一边打，另外一边打来看前面，这里也是中了，有没有？已经凹到都进去了，有没有？哦，磨到了，有没有？都顶到了。如果放任它不管，最后会变什么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内龟板。来，我们看像这个一样，来看一下。那直接把它砍掉。会像这样，全部都磨到没东西，弄懂吗？看，你拍得到这个吗？都破掉了，有没有？这边都磨没有了，有没有？如果你放任不管，最后里面就是烂掉。所以这问题我们家绝对不会放任不管，对不对？我们来改，大概跟你们讲怎么做。来，这个关键在这边，来看一下这边，有没有看这边有个墙，这边有个焊点，这边就是焊点。改载之后呢，就是让它轮子有更大的回转空间。再来就是改这个部分，内龟板的这个。这有没有一颗一颗的柱子？有没有？我们全部都把它降低，超音波的方式来修改，把这个东西全部切掉，再重新烧融回去，让它每个柱子的高度都降低，然后把后面的干扰物切掉。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焊点？白色就是焊点，只要能够抢救出1公分到1.5公分就可以了。反正塑胶壳离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只有8米左右的空间，所以我们计划呢把它切掉，但是不要伤到焊点，这样结构就不会破坏我们把这边呢大概切掉这一节都切掉。老了手指头，我们不能破坏到这个焊点，所以我们就争取在这个切到焊点之前我们把它切到极限，把这空间拿出来，我们把这一块切掉，不要伤到焊点就好了。不要，先不要。我们再把板子的那个底座再改短，这样应该就不会敲到。这边来左转。有没有看到这个墙已经退到这个侧裙里面去？我们争取到了1公分的空间，有看到过了，这边底座全部都改短了。来，是不是过了？打到底，出来一点。你可以拍近一点。好，再进去，过嘞。没错，对不对？也过，有没有？还有空间，还有手都还进得去，有没有？过了。哇，你看这24寸的圈，如果上车它的整个就是塞到满，几乎都没空间了。这个梁子你是不可能有办法避震的，这个只要开到路上就会敲到。我们这边往上切割，保留原本的爆龟的锁点。爆龟我看一下，以往爆龟这后面的扣点还是可以原装的，一样都是可以扣回去的，不要破坏到这个扣点。切割来烧焊，一样做宽体工程，要切了不要后悔了啊。已经生产玻璃纤维了，这把边一切一磨就是顺的了，这形状都折线都出来了，全部削出来就可以开始上车做密合度，这些东西刚做好。哇，现在3D 这样做真的是方便很多，这样太棒了吧？对，这样以后真的会轻松，真的不错。就我们那天不是改那台那个 NGGT， 对，前面的前保变宽体之后，雷达就是要拉宽，这就是要剪了以后把它移出来，把这个地方原位置往外拉。对，我们把这边切一个洞，因为这样以后雷达进去才不会干涉到，然后把线加长移到这边来，以后它就看不出来有改，颜色很准嘛对啊，好，就这样试试看了
好，倒来，倒来，过了吧？哇，过了啊、哇，来往前，来往这边打，也过了对不对？有，过了啊、好，打正，来打正，好，熄火。X6是不可能装进24寸的。我们装到了，真的不可能塞得进去。 X6是20年之后的，到现在为止都是这个样子。X6呢，我目前有记录的改装，大概其实23寸是塞得进去。然后这个车主我跟他讲过，他不要，他就在24。这次做的包规有有没有很像没改一样？哇，很大哎。这次的宽体比较不同之处是我们是透过3D 电脑面直接成型。画成一个最适合它，而且铝圈也是一起定做，就是车主希望凸多少出来，我们铝圈的 ET 值，包含轮子要打出去的角度，都是事先模拟完才做出来的。这样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。对，我们以前都是一层一层来，有没有？比如说我们要铝圈先做好才能做爆规，要知道一些顺序的关系，对不对？现在是一次全部都用3D 方式来进行，成型成玻璃纤维之后，是不是在地上也都是直接3D 就非常方便了？其实这次的做法呢，是重大突破是在于。手工打到3D 这个技术越来越厉害。前爆规是走粘贴式的，这台车原厂来就只有装置前下巴，这个亮黑下巴是买得到的，还有大的黑笔头，贵的塑胶材料，绝大部分X6呢几乎都有装这一套。这次的爆规就车主心中梦寐以求的样子，全线都是用双面胶贴的。所以它粘上去呢，看不到任何螺丝孔，烤漆颜色很准，有看得出来哈，看不出色差。特别把原本的宽度拉到相当宽，这个宽度是原厂X6里面边条的宽度，这段爆规，所以它的爆规原本的大概3指变成一个手掌这么大。这个我们做到浪板，连浪板都有爆，所以这个地方其实看得出来就有断差了。那轮子完全切齐。有吗？有啊。这次的内规板经过特殊的改装，我们把内规板里面的空间拓得更大，前后是不是都过关？不会磨破。我们在这个地方改装也是把这个细节都有做到位。侧面这个气口也是真机列印的，我们加工成碳纤维，现在看得出来哈，这个不是正X6N 的，因为X6N 叶子板长不一样，它这还是40i，只要粘贴就好，看起来还不错哦。对，直接粘就好，蛮方便的。这个没有人买哈，这个是特别定做给他。双片式锻造铝圈，有没有觉得好像哪里不对？它好像很小，就卡钳呐，不是铝圈呐。24寸的圈真的是很高，应该70几公分了。到这边的圈真的超大。它这个圈呢，如果以这个直径来看的话，相对之下的比较，确实你会觉得卡钳比较小。你车主以后要不要升级它的问题了。反正我已经帮他打成他要的东西。要把卡钳弄到大也不可能，因为外面现行的卡钳最大 Akebono 也到440而已啊。而下侧裙定风仪也是另外改装，改了一个牛角后照镜。这其实大部分的车友都会这样改。车尾的部分，这个后门比较特别。其实现在这样看龟是不是很顺？超过一个手掌大，这龟真的是巨大。我们来看一下原厂就知道，这个是原厂的龟，看得出来了哈，这是平的哦。这一段就大概是2指左右的宽度了。整个做切齐，现在目前也是全齐的，看起来非常的原装，所以完整度非常的高。然后这台车的避震器，我们也是重新帮它全部改装哦，改装成 AGT 高低可调、软硬可调的倒插避震器，可以支撑这个X6该有的重量，然后可以把它调到最适合的高度。这已经调第3次了。这个叶子板有做切割，但是我们有保留它绝对的刚性，完整度非常的高，而且后面也不会撞到的。对，没有错。它现在这样子，再低1公分就不能在路上开。它还要再低哦。它本来还想更低。但是这真的没办法，这是极限了。对对对，后面的部分没有什么太多做改装啊，尾翼正常的一只小尾翼跟一个亮黑的下巴，其实这些东西装扮并没有特别凶狠，但是这台车应该讲是在3D 制作里面是一个新的里程碑，3D 去做，而且速度非常的快，完整度非常的高。重点是达成客人的要求比较重要。我跟你讲，其实真的是客人来之前，希望我们做到的事情全部帮他达成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谢谢大家观看我们这集特辑X6 24寸3D 宽体的制作特辑，谢谢观赏，谢谢。改车及制作影片不易，非常耗时耗工，续集请耐心等候。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谢谢您的观看与支持。